姜太医，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夫人这病还是老样子，药接着再吃几服看看吧。可这药吃了有段时间了，没什么起色，我们夫人还是日日疼夜夜哭的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？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啊！夫人这病积患已久，可急不得。那就有劳姜太医费心了。告辞。不等那些药管用，我就先熬死了，再寻些名医来。这京城中，哪有比姜太医更有名的？老夫人，别说，我这儿啊，还真有一个合适的神医。周夫人，你说的是何人呢？九灵堂的神医君九灵君大夫。九灵堂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君小姐，怎么了？可找着您了。什么事儿？说是定远侯府的人找您去出诊呢。定远侯府？对啊，马车都在咱九灵堂门口备着呢。哦，快走。哎。现在街上的人啊，可都不敢笑话他了。更有趣的是啊，如果谁身上有毛病的话，就愿意到他身边去晃。如果君小姐她不说有凶兆或者不理会的话，大家就觉得身上没什么毛病，就会去找其他大夫去救治啦。到底是故弄玄虚，还是真的只渡有缘人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刘掌柜，哎呦，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我出个诊，你这么紧张啊？定远侯府啊，那可是真正的皇亲国戚，我能不担心吗？都是五谷杂粮，都生常人之病。曲小姐，这样的话，在咱们九灵堂说说也就算了，出去可千万别说啊。看得怎么样了？医者要对病患的病情保密，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我当然不是问林夫人的病情怎么样了，我是问你诊治的怎么样。哦，挺好的。今天给林夫人服了一味药，已经好了许多。我想再有3、2日，便会无碍了。这么快啊？之前啊，定远侯府请的是太医院的江有树。那江有树啊，可是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大夫啊，诊治了快1个月，林夫人病情没有任何起色。这若是要被你诊治3日，你没跟定远侯府也这样说吧？说了。哎呦，这，哎呦喂！刘掌柜，你放心，我会小心行事的。哎呦，好吧。妹妹这气色可真好呀！要不是周夫人，我现在还躺着呢。夫人，君小姐到了。见过诸位夫人。君小姐，不必多礼。你的药果然管用，我这儿媳的身子恢复得不错，气色好多了。夫人今日瞧着确实气色好了许多。君小姐的医术果然了得，我病了这么多日，这几日身上才真正不痛了。晚上能睡个踏实觉，那便好。今日我会再施几针，给夫人巩固些。好，劳烦君小姐了。客气。老夫人，陆统领派人来请方厨娘。驸马爷？驸马爷家什么没有啊？怎么在妹妹家请厨娘呀？应该是为九黎公主请的。九黎公主以前最喜欢吃我们方嫂子做的红豆糕了。说起来，她原先也经常自己请方厨娘进宫做红豆糕的。不过，自从先皇驾崩之后，她搬去了怀王府，便再没派人来请过。让她去吧，一个厨娘而已，不用那么多的忌讳。是。说起怀王府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小王爷已经病了多日了。没法子的事儿，他姐姐这一嫁人，身边连个知热知冷的人都没有了。那么小的孩子，
稍有疏忽，怎能不生病？说的是，真是难为这么小的孩子了。夫人，可以用针了。好。公主，这是厨房新做的红豆糕，您尝尝。这是定远侯府的方厨娘做的，大人听说您爱吃，特意请她来做的。味道和从前一样。一点儿也没变。你若是喜欢，我让他常来便是。你有心了，红豆糕很好吃，你也尝尝吧。我不爱吃这个。如此可口的点心，你们居然都不爱吃。我还有些事，晚上就不回来用膳了。公主，大人好像又去那边了。公主，您总是和大人这样生分是不行的。咱们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，大婚之夜，大人没有留宿。公主。好啦，多谢。小姐，红豆糕。啊，这个挺好吃，要不尝尝？我也要这个吧。来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红豆糕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，姐姐偏偏喜欢吃，真是怪口味。你原来劝我尝尝，我总是不肯。现在你不在我身边了，我倒自己买来吃了。也不好吃啊。我正好有事要找你。你认识怀王吗？认识啊。听说他好像生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具体我不知道，好像病了挺久了。怀王府的事儿可不是这么容易打听到的，你从哪儿听的？我今日去定远侯府给夫人们复诊，于是就顺耳听到他们提起，据说是太医院的人揣测圣意，不肯好好治。这帮见风使舵的混账东西！我想着，你既认识怀王，我又是公主故人，所以多帮衬这些也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想登门去治病，那我劝你放弃。无论是陛下还是陆云奇，都不会让你一个灵医去给怀王治病的。那就麻烦公子多帮着关注一些，或者，是不是也可以找个你交好的太医去看看？我尽量，但是需要一些时间。毕竟怀王府那边陆云奇看得严，我跟他什么样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尽量。